大家好呀，这期我们来做一个双立人菜刀的测评啊。因为最近我们家又新添了2把双立人菜刀，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它所有刀拿出来看了一下，放在桌子上显示就是我们家所有菜刀，还是挺多刀的。所以说这期不光我们会做一下关于双立人菜刀的这个测评，新刀的这个测评啊，我们也会做一下关于这些老刀的对比。这边呢，我是做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整个视频的内容啊。首先我会做个开箱，然后先简单做个刀的对比，然后再做一下这个什么锋利度的测试，对吧？然后我们会邀请我们的神秘嘉宾，对吧？他会提出非常非常多的问题，然后我们会讨论一些非常细节的关于刀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先开始刀的开箱吧。大家好呀，今天我来展示一下我们家的刀具啊。因为最近我新买了2把这个双立人菜刀，对吧？其实一把是8公分的小厨刀，还有一个就是这个10公分的这个三德刀。这把三德刀呢，其实我之前是有一把一模一样的了，对吧？只不过现在我又重新买把新的，因为家里面厨房做饭2个人有点分不开刀，所以又买了2把。所以现在我就先做一下简单的开箱。这把呢，对吧？这是我中意非常久的一款这个8公分的，应该是双立人最短的这个Pro 系列的这个小厨刀，对吧？这新版本的区别是啥呢？就是说这个包装啊，首先是个升级了，就是这个全这个纸的包装，对吧？现在第一次开封，来开封，来看一下，喂，哇，让我们看一下这把小厨刀，哎，非常的精致啊，前面还有一个刀尖的这个封口啊，我来看一下。哇，因为这个 这个 Pro 系列的这个小刀呢，对吧？它是这个第一，它是这个整体是锻造的，所以说这里这个平衡度是非常好的，而且是非常的硬啊。这把刀，因为它想买这把短刀源，就是它刀头整个非常硬，像削洋葱啊，这又不会那么误伤。因为之前的话，我是有一把双立人的，另外一把小刀的，我看一下那把小刀去哪里了。哦，另外一把小刀是这把，对吧？看着有点糊了。它2个是一个系列的，都是 Pro 系列。可以看到这把8公分的，它这个刀柄这里啊更宽厚，而且整个刀身啊其实都更加的结实，刀身而且短了2公分。哎，这把可以看到这个刀身是非常窄的，刀身是比较窄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说这把强度会稍微好一点。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要买这把的原因，因为这把削洋葱的话，它就是不会更弯曲，然后这把反正就会稍微就会比较软一点。好，这是一把这个小厨刀，那我们就把这盒子先拿走。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箱这一把，对吧？这个新买的这把这个大厨刀啊，这把是这个10公分的三德刀，对吧？这个是刀身是18公分的，看一下啊，这盒子就是随便扔一下。好，哇，这就非常非常的锋利啊！啊，后面还有一个说明书，那说明书也不重要了，对吧？啊，这就是刀，那所以这2把刀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可以看到这里它的标志是刀身的编号是有略微不同啊，其他都是一样的，对吧？可以看一下对比一下，这把刀已经使用了大概好几年的时间。现在我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说就是我要重新购买，就是为什么一直中立双立人的原因啊，就是它这个刀身啊，你可以看到对比我之前的刀，这个就是国内什么老大菜刀，对吧？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会生锈，对吧？这个它也是挺趁手的，但是它而且重量也还可以，就是它会生锈，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双立人菜刀首先是不会生锈啊，它不锈钢菜刀。这时候又说，对吧？这宜家菜刀是不是也不生锈啊？对吧？宜家菜刀也不生锈，它也很好呀，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其实它对比的就是跟这把菜刀是基本上刀型是一致的，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它的这个这么手柄的宽厚程度跟这个双立人是完全比不了的，对吧？它还是比较轻，这把稍微厚重一点。按刀柄的长度，对吧？可以看到双立人也是稍微会长一点。按它这种硬刀身的话，就是第一是更好把握，然后另外就是它也是更容易清洗，对吧？按它这个就是刀根可能就很窄，所以说感觉吃力没有这把就是施力更好施力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之前我还买过其他一些像一些品牌的小刀具，其实就是刀片刀，这可能是压出来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虽然刀身很这个刀柄很长，但是它刀身太长了，导致了就是说你削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好使力，而且太锋利了，而且它也是就是它太软了，就是有时候切硬东西不好切。像这把就完全不会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把刀就是非常想买的原因啊。这把只是因为不够用，所以重新买了一把。它现在出了一个新系列啊，这把是38407，它还有一把38408，刀身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像这个刀口这边会有一些那个小的那个花纹，就是防止大家去切不要粘刀。但其实呢，
那个还是会粘刀，所以不如买这个老款，那个应该是新款，那个还稍微贵200块钱，对吧？这个大概可能就是不到400块钱左右，400多加500块钱了，不是400块钱，对吧？这把话应该是300多一点。可以看到，我之前我也买过一些双立人这些小刀，这把小刀有什么特点呢？对吧？首先它是塑料的手柄啊，手柄也比较长，但它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它这个刀身啊，就是非常薄的这个钢片，非常薄的这个钢片，所以说导致就是有时候施力的时候不是特别好施力。但是它塑料刀，它好处就是这个特别便宜，我记得3把才是一个套装，总共才100来块钱。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家还有一些像这些，像我之前这个中式大菜刀，对吧？这个是淘宝买的70块钱，它也不怎么生锈，但其实它是偶尔会生一点点锈的。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也没啥问题啊，平时这个时候主力劈击砍压的这个主要的菜刀。还看到之前我还买了一些宜家的，像这些刀，像这个就是切肉刀，对吧？配合的这个肉叉，对吧？可以去切一些比较大块的肉。但这个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这个就首先橡胶的手柄啊，有时候清洗会有点问题，而且我刀是不放在这个洗碗机里面洗，因为洗碗机会腐蚀刀身啊，就是平时凑合着用一下。如果买双立人的话，这种大刀还是挺贵的。还有就是这个是双立人的面包刀，它这个材质其实跟这个这不是双立人，这是宜家的这个面包刀。它这个手柄就是硬化的手柄会好清洗一点，但是它这个是没有这个，它不是断出来的这个刀身，所以说它就是刀片刀，就是什么压铸刀，也就是直接把一个钢片压出来，直接把开口做出来的。好，现在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就像双立人这些刀啊，它为什么不生锈啊？就是之前我们觉得有个我们反直觉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双立人这个刀片刀，双面这个刀，第一它是锻打刀，所以导致所以它是有一个就是这个护柄，它所有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Pro 系列级别的刀啊，它都是在这个是锻打出来的。锻打大家都知道，温度非常高，对吧？吹成刀锋之后呢，最后它刀身完全成型之后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就是那个叫什么冷萃工艺，就放在那么液氮多少度很冷的情况下，对吧？去保持很长的时间，去改变分子之间的结构，对吧？导致增强它这个刀身的这个强度，而且还导致这个持久的锋利。所以这把刀是非常非常少磨的。所以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锋利度。我觉得现在我先拿出一张 I4 纸，对吧？我先从我们家之前的这个先买这个新的这把大刀，对吧？基本上应该是非常的锋利才对啊，对吧？这把是刚开封的刀，对吧？这是非常的锋利啊，削纸如泥啊。我们来看一下新买这把小刀，也不是很锋利啊，还可以，但是它这个受力就不像那个大刀那么均匀啊，感觉它就不能施力太久，对吧？但是总体刀锋的这个锋利程度还是可以的。那就不是很好使了。来看一下我之前用了很久的这把，对吧？这把长刀，所以这是为什么有时候要买长刀的原因啊。哎呀，也还行，凑合。包括之前双立人这把小刀，对吧？这把是我之前长城的小刀，很久没磨了，好像也没有预期中那么锋利。但其实他们家这个小刀片刀是非常推荐的。第一，它即使保持比较久的情况下，它还是会，没有什么锋利度了已经。包括一些像宜家之前的这些大刀啊，还可以试一下宜家这个小刀。我们出现了一个观众助手宜家这个刀就完全不行啊。我们再换一把这宜家这个大刀，撕一下这边。大刀还稍微好一点，但是一看到这个强度就完全不行。不行啊，明显不行，你看切的这个切口都。我们再撕一下这个。切口我们都不需要拿，手不用拿。来，新买的刀，削纸如泥啊，1分价钱1分货呢。好厉害。然后我们这时候把这个垃圾给清理一下，再拿出一个胡萝卜，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对吧？我们削皮，很好削的样子，这不废话吗？所有刀应该很好削，就放在这里了。它的皮放在下面。像这把刀为什么要买它？就是我们之前要去一些像这种萝卜地啊，对吧？像这些，比较危险，大家注意一下。它就是包括削些洋葱啊，就是这样子可以很好的去进行一些比较好的这些比较细微的这个操作。但是我也去演示一下用这把刀。你这把刀，太长了，这个刀身就是控制不住，而且前面如果有其他东西的话，感觉会伤到手什么的，而且是不太好施力，因为它刀身比较窄。这是我们再看宜家这个刀，对吧？宜家的刀也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它看似是比较短，但它锋利度不够，对吧？包括这样切削，而且它这个东西就是重量比较轻，感觉不是特别的趁手。像这种大刀，对吧，就完全不行，这主要还是切菜啊、砍瓜切菜用的，对吧？但这种刀是不能砍骨头的，所以砍骨头还是要靠中国这种便宜大菜刀，对吧？便宜免费，就便宜嘛，就随便砍。好，这期我们这个刀具分享大概就在这里啊。我觉得就是这是我们家居家用的，应该是所有的刀了，对吧？就是这个还没试试锋利度呢。这个锋利度嘛。见证奇迹的时候。剪一张纸，对，我都不拿新纸了，浪费我的 A4 纸。其实它锋利度也是不错的这把刀。像中国这种中国大菜刀，就是可能不知道什么钢锻的，对吧？它就是很锈。其实铁刀是可以做到非常锋利的，但是就是这可能持久度上面就不是很好呢。适合切骨头。剁骨头，随便砍，因为它便宜。好，其实呢，对吧？这期的分享主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不同的刀有什么功能，主要是为了这2把新刀的开箱，对吧？所以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啊，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我想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家要买这个新的刀具呢？它跟中国这些什么大菜刀有什么区别呢？对吧？你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呗。首先切菜肯定是用这种新买的这个三德刀，这是比较大的刀嘛，不会用这些小刀，是不是？然后看看，它很小，而且拿起来特别趁手。切的很锋利，基本上不用什么力气。然后很好切的样子。很轻巧，它本身很轻巧，而且很趁手，特别重量女生，重量分布比较均匀，对吧？而且感觉也挺安全的。这样吗？对。然后我再试试这个中国大菜刀啊，淘宝。首先吧，对女生来说有点。你看我的镜头都要拉好远啊，这刀太大了。其实也不锋利，而且这样就很危险啊。其实因为切不下去，这个手感觉很危险。感觉手感就不好嘛，它可能会切到手啊。这样吗？重，对。好，你来试试其他刀。好累呀，拿这个。而且试试我们这个长刀，这个长刀。这把。这个刀肯定不适合切菜。这是切肉的。是切肉的吧？太长了。还挺锋利的，但是太长了不好控制，而且重量分布不均匀，是吧？对，不安全。你可以试试我们家这把小刀，怎么样？这小刀有的时候也用来切菜的，这个还可以。比较趁手。就感觉就这个手感特别好，你知道吗？对，你再换一下这把，这宜家这2个刀型基本上都差不多了。你试试这把，一模一样长度。哇！我操！这个好容易切到手呀。首先不锋利，第二受力也不好掌握，然后感觉很危险。很危险。那同样的刀，对吧？差别很大呢。算了吧。你试下这把刀，这把刀更危险了，小心点，对吧？这边刀片刀特别薄。这个受力明显不均匀，它都要切，它都变形，那歪下来。对呀，就差别好大呢。它划到我的手了。对啊。其他这把我们家之前这把双剑这把刀。这个。对，这把是长的。这个平时我也用一下。就感觉双立人的拿的刀比较有安全感，拿在手里，你知道吗？这样吗？因为它比较硬啊，刀身比较硬。我感觉这个手柄比较重，掌控感。因为它手柄比较大也比较重嘛。这些的话呢是用来干嘛？这些也是双立人刀，你可以试一下这把。这也是双立人。这把也是双立人，这把双立人刀片刀，这就会变形了。还好，但是它还是掌控。手柄不行是吧？手柄还可以。刀身也不够硬啊。就是它不太适合切这种在砧板上切菜，因为它有这个嘛，这个拿的。对，不安全，感觉手滑到前面去会滑到手，是不是？对，它硌着，你看嘛。它没办法往下切哦。因为那把的话，就是你再试一下原来这把新买的这把。这把。对。第一，它手柄很长，就手完全握得住，而且它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铁块的刀铸出来的，所以说导致就是。你看很好切。这样吗？感觉差别好明显了。对，就是尤其是你感觉拿在手上的那种安全感就不一样。这样，我觉得这种力度也是不一样。这样吗？对，然后还有你切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刀，然后的那种手感完全不一样。这样呀。那看来我们这笔投资应该是比较超值的。对，我们家都是双立人的现在。双立人刀就特别有安全感，尤其对于我这个女生来说。对啊，为什么呢？你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把，它刀身是比较均匀的，就是在这个握把的地方，它的刀身前后重量是一致的，所以它每把刀都是配过的，所以导致感觉就是，所以大家握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你整个刀身的重心都在自己的手里面，它不会像什么前后一下，比如像这样子就不一样，所以你只要握住这里，基本上你整个刀就是握在手里面。你试一下，你这样子你能这样吗？不能。对啊，所以说这个刀身这个重量均匀分布还是非常重要的。好害怕。好吗？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握把的地方。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也说一下不一样。就是感觉握在这里，首先你说的没有平衡感嘛，你看它。对，
会吧？对，你再试试另外一把。然后另外一把它其实是这把不均衡，这把手柄偏重。其实是均衡啊，它均衡稍微往后一点，对吧？对，其实还是比较安全。你握的时候，你注意看这把，你给我。就是这握柄这里。你握的时候，它这里就是很安全，它前面往前凸一点，这里是没有刀锋的。你看到没？你注意看这个细节，这里是没有刀锋，一点都没有。所以你刀前多握一点，其实就是怎么地，就是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你看，你再换另外一把，这把虽然也会这样，对吧？第一，它就是这重量分布基本上就是很差，而且它整个刀身非常轻。导致这样握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是塑料的手感，感觉就是刀身太软了，所以切东西会形变。这就是跟这两把刀最大的区别的地方。还有这两把呢？这两把，一把是这两把都是这两把，下面这把是是那个什么宜家的，可以看到，你看这把第一，它重量也是均匀分布的，对吧？稍微靠后一点位置。是的。这样你往前的话，其实它虽然这里开封了，但是其实你看到它这个弧度跟刚刚的又差别很大，它这个弧度其实很长很长，所以基本上你握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吃你。它都不会拿到你自己的手，所以你感觉到很安全，它是没有错的，确实很安全。我们看另外一把，这把呢？这把就不太。你看这把宜家的，对吧？首先它刀把有点短，感觉就是吃力就感觉吃不到，它的力稍微偏前一点，所以你要吃力的时候感觉后面就握不到东西，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它其实宜家设计也是非常安全的，它主要问题还是说就是这个手柄，它虽然说增加了摩擦力，但感觉这东西不是很好洗。我知道说这东西如果沾油了之后就特别滑，会很油腻。这样吗？对，那个就不会，那个就很好洗，用洗洁精擦一下就没有了。这个是什么特别材质？塑料，好滑呀，这个。塑料。但是它又有，为什么要有这个？不是，它的钉子直接钉在上面的。哦。钉子直接钉上。一体化。对，就是说整个这洗起来非常方便，就是这个你别看这钉子镶在这，你还基本上没有缝儿，所以油也不会渗进去，所以这个就直接洗就可以了。大家切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种。它是一体的。不是，这里是一体的，就这个从这里这个刀把到这里，这都是一体的。只是中间是打了一个孔，然后用这个钢钉给打进去，然后把这个柄材给嵌上。但是很光滑，我以为它是一体的。我以为它只是画了个圈。我靠，这是德国工艺嘛？然后他们用冷萃的做出来的，就感觉这个刀身就很紧致。你看上面是有一点花纹的。哦，是的，是有树状的花纹的。它是先锤完之后，形状都定完之后，还要放到那个叫什么裂弹里面去冷冻好久呢。这3把也是双地人的吗？这把是双地人的，你可以看到这里，它其实也是做了安全的设计，也是做了安全的设计，但这个就很危险，你看到没？如果你手稍微往前，如果你搭到了这里，我操，这就是见血封喉，就感觉没有那么安全。但它主要就胜在便宜嘛，它的刀这个钢材跟他们应该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是强度不够。你看它这就没有这个可塑的刀，就是这个它不是它没有这个刀柄嘛？一分价钱一分货。对，就直接塑料给它烫进去就可以了。有啥区别？你看这3个刀的刀型不一样，有什么功能吗？刀型你不知道用什么？这把是大骨头上去剔肉的。大骨头上，比如说这里不有筋膜嘛，粘在肉上筋膜，就让拿这个筋膜的。这把的话，其实就是你刚刚跟这些刀的功能是基本上一致的，跟这些刀跟这个小刀都一样的。你看它们刀型一样。那你平时用来干啥？你想切啥就切啥了，你什么割个小绳子都可以用它嘛，没有任何问题。这把其实是不一样的。这把就我平时用来干啥？我这把是面包刀，就面包进烤箱之前，它不是要拿那个上面不要割花纹嘛？这把刀就非常适合。你看它这个前面是这个尖形的，它拿的时候就不容易粘面。如果你这把去拿的话，你要这把去拿这个面的话，就是它会粘在上面，那把就会好很多。我觉得这是可能主要的区别，它可能有些其他专业用途，但可能我不是很知道。那你这个插是干嘛？双立人的吗？这个不是双立人，这是宜家的。这宜家就是就插在这，然后刀从这中间过，你插在肉上，把这个插在肉上，然后你就刀从中间过，就可以把大肉给分开。你说是这样的吗？对，你用那把长刀，你要用那把长刀。这个。这不是这把。这个切肉的吗？对，你从中间分过去，这个就肉插在上面，然后直接可以把大肉直接分开。那有没有切肉的双立人的刀？有，那可能一套的好贵。有，我们家没那么多大肉啊。感觉挺安全的。也还好吧，这个也还行，平时这么逢年过节用一次。行。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些大刀、小刀的这些刀柄啊，来，我们来试着看一下。来，你先说这把。我感觉刀柄决定了握在手里的安全感。对，所以他们在官网上一直在说他们双立人说他们刀柄很好嘛。你看这个中国便宜大菜刀。看看这个缝隙啊，这打的也是钢钉啊，也是钢钉工艺啊，钉在一起的。对，你看这个，包括这个接缝，这个清洗，这是成年老垢，对吧？没有任何办法。感觉是的。它还挺趁手的，其实设计还挺合理的，但是就是粗糙上锈。工艺不行。对，而且看这个钢钉工艺，对吧？你摸着有缝吗？能摸到缝吗？还可以，就是它包在一体的。对，然后你看这，你注意看这个中间这个弯曲的地方，对吧？都切的
纹丝合缝啊，一点基本上都摸不到。我还以为这几个是画上去的，画的小圈圈是吧？也完全没有，它这个外面不是，它是把这个东西本来不是这个形状的，拿上去之后就磨，整个打磨，它机上抛光。这还挺合理，它不会滑下去。你看这里还对，你看这把就没有，就会拖出去，可能会这样。所以这也是安全设计嘛。啊，你再换一把，你看这一把。这把也是中国的，对吧？你看这把其实也是可能也是一把断把刀。你看前面这也是有刀柄的，对吧？但是它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电也会拖把，对吧？也会拖把。对，而且刀把已经改进了很多，比这。而且这把钢还是不错的，不上锈，但是它很重，这把刀太重了，是挺重的。对，这砍鸭子用。主要是它受力不均匀嘛，你看它其实是往下掉的。对，说明它这里跟这个还是不一样，这好。那不一样，那不一样。它这个就是刀是重量是在这里，重心是在这里，这个重心估计是在这里了，特别远。还挺不一样。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这小刀也是吧？你看这个宜家的比这个对，你看工艺，你看这个宜家的可能就是说这里可能看似是断打刀，但其实后面宜家的可能就是没有质量没那么好了，它可能也是机器压出来或磨出来怎么的，价格也便宜。对，这便宜，这一把就几十块钱，对吧？这把刀300多。这一把300多啊，这一把可以买6把，这个5、6把。它每个设计刀柄它其实都有个防滑。对，这不是它不是每个刀柄，是所有的 Pro 系列的刀柄都带。你看都有。对，你看这下面啊都有的，但是你看便宜刀就没有。你看便宜刀，这便宜刀，这也是这个双立人，人家这便宜刀就没有。一分价钱一分货。因为你注意看这个刀柄这凸出来的这个地方，你看尾巴这里，它是有钢的。它其实很重要的。对，而且它是有钢，它不可能说脱了，因为强度太大了这个东西。你看刀柄用材比刀刃要多了，但是它们钢材是一致的。对，这就是成本呀。我第一次用这个刀，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我每次切菜我都想用这个。对，所以我们家就是用不过来，就2个人一起做饭就用不过来，就抢刀，所以说导致就是我们又买了一把一模一样的。我们而且没有买新款，对吧？只买了一个同款的老款，因为我们感觉到就是如果是更平整的刀身的话，就没有那个花纹的话，就更好清洗。那个有花纹的，它反正也是会沾刀，其实是一样的。是的，看这种宜家的刀柄你就不太一样，我都不知道它那个到哪里啊？它那个钢到哪里？刚不知道，它可能直到一半或者直到这儿，就是它可能只是一个尾椎，就是一个尖的，就直接嵌在里面。这样吗？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看不见嘛，就不知道嘛，就不使。而且它其实这个手感还有点黏糊糊的感觉。它是为了增加摩擦力嘛，所以它不是通过就是结构设计，它是通过物理摩擦增加那个啥的。但它如果碰到油的话特别腻，就你很难洗，就是这是最大的问题。你放洗衣机里面，宜家说它刀虽然可以进洗衣机，但进洗衣机的时候刀会变得特别不锋利。所以你看我们家刀从来不放洗衣机里洗，不是洗衣机，是洗碗机。洗碗机里洗。就别人家他们老放洗碗机里面洗，那个刀怎么磨都磨不快，就是这样的。因为它每次洗碗机里面有60-70度、70-80度的温度，其实改变了分子结构。像这把刀，他们做的什么冷萃工艺，这些什么液氮什么零下多少度里面，对吧？放好3个月、几个月，放很长时间，去改变这个分子间的结构。如果你放进洗碗机里面，就破坏这个结构，就不会这么锋利了。而且我们家就像这个双立人这刀，我们就平时很少磨的，基本上可能隔个半个月、1个月磨一次。感觉声音也不一样。声音也不一样吗？我来弹一下，你别拿着，你那把拿着，没有声音。我靠！所以说一体铸的刀身就是会有回音啊，对吧？笨刀，你再换这2把刀听一下。你来弹。哎呀，比较一下。这好厉害啊！你看天宜家，这是双立人大刀，你不要握这么紧，你稍微捏着。清脆的声音啊，一体刀身，有一点点大笨刀。这把我记得声音好一点，这把，对吧？这个是。对，这把刀其实钢材很好的，不是它这个好，我不知道是跟什么强度有关系，跟啥有关系？应该是吧。你再谈谈这宜家这大长刀估计也不行啊。宜家全是大笨刀，这刀都弹不出来声音的。你把2个手捏着，声音大一点。感觉跟我们家之前那把刀声音都不一样。你这样捏，你不要捏着。对，对，比较这2把不同的型号的。你这样拿，我感觉新买这把刀感觉强度不是。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多区别。
刚刚小宝贝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他说，哎，这每个刀型有什么区别啊？像这把对吧？我为什么选择这把三德刀对吧？可以看到它这把你跟中国大菜刀比起来，你看它基本上是平的，你看到没？对吧？所以导致切的东西的时候，它基本上就跟中国菜刀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而它前面还有一点点弧度，你觉得还可以压一压，你比较好施力。所以这把是日本的三德刀的刀型，它名字就是专业名称就叫三德刀，叫什么？就叫三德刀，而且都是产自德国嘛。所以刀它这种切菜的刀型，就是你比较平的话，你是能切到东西的。其实刀也不完全是平的，你不能做成完全是平的，因为你切菜你是你要压的呀，你要压的呀。后面都会比较的短，就是会有一点点弧度，但是你看中国菜刀它也没有做成完全平的，它都是有一点弧度的。对，但是你要看一下，你看三德刀，你还看到我们这个叫什么小厨刀，对吧？像这种其实都属于西式厨刀，你看注意看它这个就是尖尖弯的嘛，对吧？好吃力啊。不是好吃力，它切菜的方式不一样。这把菜切菜其实有几种方式，一种是这样推着切，还有一种是这拿着切，就是它几种方式。但是像三德刀，像这种三德厨刀的话，基本上就跟中国一样，就是直上直下，对吧？你也可以这样切，你也可以这样，但是它没有那么弧度的话，其实主要是这样上下切，你就可以就把菜切得很好。你看中国菜刀也是上下切嘛，对吧？你可以看到这些像这个，你看这个其实刀型就是，你看这把就是直刀，看到没有？所以说这个就是它就是去拿面团的时候，就是它就是比较容易割开，它就不会有粘。它这把也是，你看像这把就是也是弯弯的。因为它刀口，你看这把就很奇怪，它这个刀型就是这个刀口是水平的，这个是弯的。对，像这把就可以掏进去那个肉缝里面，把肉给刮出来嘛。就比如肉比较进去啊，进去之后往一拿就开了，对吧？这就是这个刀型的区别。哎，我们来看一下这把刀，你把它拿起来。这两把刀声音都挺清脆的。来，我来弹一下啊。你试试。你还在弹这把刀？这把刀可能声音更好一点。因为这两把刀为什么有声音呢？就其他刀像艾迪加这些刀都没有，原因是这把因为它是锻打刀，就是它锤出来的，可能就是整体的钢材一致性更好。但它区别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对吧？大家看这个第一上锈对吧？这把就是没锈对吧？第一是这是钢材本质的区别，另外就是这把刀就是它锋利度特别好，它很久才需要磨一次。然后另外看这个价格的区别是什么呢？你看这上面这钢钉的这个，你看这缝隙对吧？这清洗，你看这些就特别的平整光滑。对吧？包括一些安全性上的这些手柄的设计，对吧？这就是他们刀身的这个一个就可能几十块钱，一个就可能得500-600块钱的原因啊。而且这还要打折，原价都1000块钱。还有它这个手柄这里很重吗？这个没有，这个就不平衡。对，这重量分布对吧？中国这菜刀就是可能看到中间就有一条夹钢钢嘛，就是一条钢直接就是打个孔，直接夹上就可以了。你看人家这个就是非常每把刀都要经过这个重量分布的均匀的这个测试。所以感觉它这个锻造刀的工艺其实中国还挺高，但是它的那个它只要锻造刀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这样细节处理上，就是这差一大截，这差一大截，那差一大截，可能就最后就会差特别多。价格也差很多。价格差。工艺差了之后，价格差很多。这个多少钱？这个可能几十块钱吧。这个打折500-600。好吧。还是提升工艺比较好。对啊。通过我们这期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对吧？其实我们这里不光是做关于双立人菜刀这个测评，其实也对比了非常多的中国的传统大菜刀呀，以及这个双立人新刀的这个功能呀，以及安全性啊。其实这个是想帮助大家，对吧？去找到一把适合自己的高性价比的刀，对吧？有时候我们虽然看双立人刀可能稍微贵一点，但在某些特定的，比如说安全性啊、锋利度啊各方面，它确实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这些所谓的便宜的一些刀。但是呢，又面对着像我们如果平时需要砍鸭子呀、剁鸡呀，对吧？那可能在淘宝上这70-80块钱买一把这个中国大菜刀，又性价比无敌。虽然双立人可能也有所谓的那个砍刀的那个刀型啊，但是那个要卖1000块钱，我觉得就是对比中国大菜刀就远远不值，对吧？中国的不锈钢菜刀也不生锈，对吧？也挺好用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期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到大家能够选择到最合适自己的刀，对吧？解答一下大家的疑问。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